安海瑟薇迷人的笑容有着世界级的感染力。你以为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牙齿很整齐、很漂亮？这样说只对了一半。真正让她的笑容有精品感的，不光只是整齐的牙齿。因为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去做完牙齿矫正，怎么没有变成安海瑟薇呢？你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马永昌医师。今天我们要来带你破解关于笑容的错误迷思，帮你打造迷人的笑容。打造精品笑容的重点是一个很少人真正了解的秘密，就是所谓的微笑画框。微笑画框是动态的，也就是你的嘴唇如何的动，这才是让你笑容充满感染力的关键。整齐漂亮的牙齿像一幅名画，画框虽然是配角，但当名画与画框协调的时候，你便会觉得这样子的笑容感到赏心悦目，因为画面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。微笑画框是你如何展现漂亮牙齿的橱窗，而安海瑟薇的微笑画框中竟然没有夹侧黑走廊。如果把安海瑟薇的牙齿和嘴唇分别比喻为精装书和精品书架，想象一下，在优雅的书架上，精装书都满满的摆得整整齐齐，书本间没有空隙，看起来赏心悦目。而大多数人的笑容比较像租书店的清仓，书架上歪歪斜斜的摆了一些书，书看起来黄黄旧旧的，书架上两侧都空空的，有一点沧桑感。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自拍，来判断一下你的笑容是精品书架还是租书店的清仓书架。如果你笑起来的时候，后牙两侧有黑黑的空间，这个黑色的视觉强烈反差会立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。这就像你的牙缝有一块菜叶时，别人会一直盯着你的牙齿看是一样的意思。这个会让你的笑容看起来有租书店特色的效应，就叫做夹侧黑走廊。刚才我们提到安海瑟薇最具全球代表性的笑容就是零夹侧黑走廊，这表示她的笑容宽度相当饱和，没有任何留白，所以在笑的时候，整张脸就会亮起来。你可能一直以为自己笑起来不好看，自然是跟牙齿不整齐有关，于是你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找了牙齿矫正医生，想要 fix 这个问题。但真相是，刚刚提到决定笑容感染力的不只是牙齿整不整齐，还有背后真正的引舞者，也就是牙齿在微笑画框中呈现的位置。还记得功夫电影中猪龙城寨第一美女龅牙珍吗？龅牙珍的牙齿很整齐，但你注意到问题了吗？和黑走廊一样，笑龈也是会吸引眼球注意力的，所以即使牙齿排得整整齐齐，你的笑容还是有可能惨不忍睹。这是因为当牙齿跟微笑画框不协调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笑起来不好看。造成笑龈的原因和黑走廊一样，都是地基的问题。让我们看看，如果把龅牙珍的地基修改一下会怎么样？咦，地基一改了之后，是不是看起来好很多？但现实中，牙齿矫正医生不见得会去处理你的地基问题，因为他们的专注焦点是在牙齿上。然而，为了让你做完不要变成龅牙珍，因为这样你可能会放火烧猪笼城寨，他们多半会使用一些伪装策略，好让你感觉龅牙不见了，而且脸还变小了。这样子像魔术师一样来转移你的注意力的做法，其实是一种从 3D 到 2D 的降维医疗。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做法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看我之前的这一部影片。很多人认为要有漂亮的脸型和迷人的笑容，你需要中基因乐透。但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你完全具备安海瑟薇的潜力，只是你从来没有开发过这个潜能。你现在的脸型与笑容是完全有考古迹象可循的。从青少年时代开始，你的脸型就逐步被你的呼吸与口腔肌肉给定调了。镜头拉回你在颅颜发育的青春期前传，我们来看看你和安海瑟薇的差距是如何从那个时候被拉开的。安海瑟薇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职业演员。职业演员不只是背背台词，从青少年时代开始，他们就要做大量的口腔颜面肌肉、呼吸与发音的训练。这包括了使用腹式呼吸来让声音有穿透力，还包括了如何细腻地使用口腔、嘴唇与脸部的每一块肌肉，来做出能够传递复杂情绪的表情，以及最吸引人的笑容。这些职业演员的基本功，本质上就是进阶版的口腔肌功能训练。研究发现，呼吸与口腔肌功能训练，除了能让笑容变得更漂亮，脸型和齿颚的发育也会更好。
所以安海瑟薇的笑容不能只用丽质天生一笔带过，你没有看到她多年努力练习呼吸以及口腔重训的过程。那同一时间你在做什么呢？你大概没有像她那样从小就在苦练，反而是在默默地练习另外一种技能——口呼吸。口呼吸让你不仅口腔与颜面的肌群会软弱无力，错误的呼吸方式和无力的肌肉，同时也导致你的颜面、齿颚与鼻子的发育严重不良。小学6年级到青春期前期，就是你的脸型、呼吸道与齿颚发育的超关键黄金时期。接下来要提到一个影响你的颜值、呼吸道和牙齿咬合的关键发育结构，这个结构称为鼻上颚复合体。鼻上颚复合体是什么呢？你把它想成是你中脸的地基，它支撑你的脸型、鼻腔空间以及上颚骨。它就像是一个2层楼的建筑物，1楼是口腔，2楼是鼻腔，2层的空间是相互联动的。从小学到国中，正是这个结构发育的最重要的时段。在这6年期间，会很大程度的决定你之后的脸型外观，以及咬合，还有呼吸问题。如果你在这段期间内常常鼻子过敏、鼻塞、鼻甲肿大，你就会越来越不喜欢用鼻子呼吸，最后变成了习惯性口呼吸。鼻子都不用会怎么样？用进废退，它当然就不会好好的发育，结果就是一连串的恶性循环开始。你的鼻上颚复合体发育就会不良，这会导致中脸的支撑不足，你看起来中脸是凹陷的，苹果肌也不见了，同时鼻呼吸道会变得更狭窄，让你想用鼻子呼吸时阻力更大，最后又回到了口呼吸。而且鼻上颚复合体的发育不良，也常常意味着上颚的地基非常的狭窄，这就是很多人笑起来的时候会出现颊侧黑走廊的主要原因。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牙齿矫正上面的迷思。第一个，也就是最大的迷思，很多人以为牙齿乱就是笑容不好看。于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上了牙齿矫正医生，医生也告诉你，你的牙齿没有空间，所以你需要拔掉一些牙齿，才有空间能够让剩下的牙齿排列整齐。你觉得哇，这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于是你就拔了牙齿，开始戴牙套。但真正的情况却是，牙齿乱看起来很拥挤，其实背后代表的是你的地基太小，所以才挤不下这么多牙齿，而不是牙齿太多。牙齿矫正的第二个大迷思就是拔牙会让脸变小变美，这句话超常见的，但也可能是最危险的一句话。我先讲一个很多人没有想到的问题，这会跟你的笑容明不明亮、脸部有没有支撑感，甚至法令纹都有关。拔牙矫正真正最常发生的不是让你的脸变小，而是让你的口腔变小了，这会导致你的笑容变得非常的窄，你唯一看到的只有龅牙不龅了，所以你会觉得很好，但其实你已经被成功的转移了注意力。问题出在后面你看不到的地方，牙齿被拔掉，前面的牙齿往内收、往后收之后，牙齿的牙弓圆周就变小了，直径也就是牙弓的宽度，当然也就跟着变小。这个是小学数学。这样子的做法就好像你的书架就不够宽了，还把中间的书往里面塞、往里面缩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地基本来就很窄，牙齿很乱，没有空间可以排整齐，那你更不能够做拔牙矫正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拔牙才能够让你保留牙弓原本该有的外扩方向和形状。你的牙弓天生就是往外扩展开的，这也是让笑容看起来饱满、明亮、自然的关键。如果你顺着牙弓自然的方向去排列牙齿，牙弓就会变得更立体，嘴唇的支撑度就会更好，笑容当然也就会更明亮、更年轻，不会黑黑的。这就会带到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——扩弓。有些人以为自己做牙齿矫正的时候有扩弓，但大部分人做的其实是假的，也就是所谓的牙性扩弓。这就好比你把书往外排一点，视觉上好像变满变宽了，可是书架的宽度并没有改变，看起来似乎你的颊侧黑走廊变小了，但实际上你的地基完全没有被扩开。这也是牙齿矫正医生很常使用的另外一种魔术技巧。最糟糕的状况是牙齿往外移，但因为地基没跟着变大，牙齿就被推到了骨头的外面，也就是说，书被从书架的边缘硬推出去，一半是悬在书架外面的。结果你会看到牙龈萎缩，牙周的地基丧失，牙齿开始变不稳。而医生的专业意见通常会跟你说：“哦，你刷牙太用力了。”
那真正的扩弓是什么样子呢？真正的扩弓是在做骨性的扩弓，不是把牙齿往外推，而是直接把地基，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鼻上颚复合体撑开，这才是能够改变笑容与呼吸道的真功夫。就像前面所说的，假扩弓只是调整了书的位置，而真扩弓是在加宽整个书架。书架变大后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把书排好排满。骨性扩弓带来的好处是全方位的。第一，你的书架变大了，笑容的宽度才能建立，因为骨架与牙齿都被撑开，夹侧黑走廊就会消失。第二点，也是很少人知道的一点，就是你的鼻呼吸道会变大，这让你用鼻子呼吸的时候变得很轻松、很舒服。研究显示，骨性扩弓能够大幅的降低呼吸道阻力以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。第三，你的口腔空间也变大了，这让你的舌头有更多的空间能够放在正确的位置，于是你睡觉打呼与呼吸道狭窄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解决。最重要的是，当中脸的骨架往正确的方向扩开，脸部的支撑也会变得更好，法令纹也会变浅，你的整体气色、立体度都会有所提升。这时候你就能够开始有安海瑟薇的精品笑容。具有感染力的笑容不只是把牙齿排整齐，真正的底层逻辑是要问我的地基怎么样。假扩弓只是伪装的魔术，而真正的骨性扩弓是3D 的扩弓，这才能够改变你的笑容与呼吸。你有研究过自己笑的时候的微笑画框吗？你的微笑画框是有着满满情绪价值与直击内心的微笑曲线，还是死鱼线，或者更惨是苦笑曲线呢？想要知道你的笑容到底够不够宽，只要加入我们的 LINE 并私讯你笑容的照片，我们就会告诉你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马永昌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